色女子香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很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妄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天明，你过来。巨子老大，巨子老大，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身上怎么会有我的内力？你到底是谁？休想不服！为昌平君昭雪。有点不对，敌人有埋伏！跟我来！混蛋，来吧！
兵力10倍于对方，要不要追杀，为弟兄们报仇？这些人不是狼族的人，连敌人都不清楚是谁，怎么打？刚才已经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不能再犯第2次。还要小心狼族调虎离山，偷袭城池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去。将军说的是。你怎么在此处？不是派你去迎接公子吗？公子听说蒙将军亲临前敌，下令尽快赶到阵前为将军助威。蒙将军以10人攻破此城，不愧是我大秦柱国。公子，多谢蒙将军派黄金火骑兵精锐相迎，扶苏有礼了。连一丝反抗的痕迹都没有。田猛统领烈山堂，其身手武功据传不在圣七之下，是农家1等1的高手。以他的实力，本不应该这么轻易被干掉。所以下手的人一定是他熟悉的人，才会令他毫无防备。这说明罗网的人已经渗透到了农家的内部。神农令刺杀田猛，潜伏者。看来这次罗网对农家是势在必得。我并不关心农家的死活，罗网原本就是凶器，他们的手段一贯如此。只是罗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时机对农家下手？也许这件事和我的一位故人有关。多年前，此人曾是秦国的右丞相。胞弟蒙毅传言说，春日大祭上，那刺客自尽前曾呼喊“为昌平君昭雪”的言语。不错。昌平君曾是皇帝陛下执掌帝国的最大功臣之一，却也让陛下遭到了6国之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。当年正是末将先父亲自率兵将昌平君。蒙氏一门国之栋梁，蒙武将军做得很好。难为公子还有心情夸赞末将，昌平君可是公子的。将军不提也罢。公子现在应该明白了，设计这一切的人，处心积虑要利用公子与昌平君的关系，置公子于死地。扶苏如何不知？从海月小筑的刺杀，到这次咸阳发生的事，目的已经表明。
这次帝国内部之争就是为了扳倒公子扶苏，而其中涉及到的昌平君，想必没有人比项梁将军更加熟悉了吧？不错，昌平君正是我们的先王。先王，他既是秦国的右丞相，又是你们楚国的王，是我们项氏一族效忠的最后一任楚王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愿闻其详。说起来，此事与张先生也有关联。可还记得多年前韩国旧都新郑爆发了那场大规模叛乱吗？当年韩国已经沦陷，这场叛乱正是流沙发动的。秦国的右丞相，凑巧也是我的旧识。秦王政21年，韩国被灭的3年之后，旧都新郑爆发了反秦之乱。当时前来镇压的是一位秦国丞相，熟知新郑地理，整个镇压行动由他策划。你就是流沙的主人，而前来评判的正是先王。当时他的身份还是昌平君。世事总是如此奇妙，秦国的丞相好像很喜欢来招惹我。那次叛乱持续了整整3个月。新郑之乱后，嬴政担心楚国步韩国后尘，便派平乱有功的昌平君到楚国旧都郢陈安抚楚民。而对昌平君而言，在他辅佐嬴政那么多年后，再一次踏上了楚国的土地。这原本就是他的计划。1年后，嬴政把目标定在楚国，统军主帅在王翦与李信之间。嬴政犹豫未决，问昌平君的建议。王翦是继白起之后秦国最强名将，昌平君要如何说服嬴政不用呢？王翦对秦王说，需要60万兵方可取胜。昌平君设激将法，秦将李信中计，对嬴政夸口，只需20万人便可破楚。嬴政大喜，遣李信统兵20万伐楚。想必这正是令尊项燕将军与昌平君的计谋。不错，待李信20万大军与副帅对峙时，昌平君突然起兵反秦，截断了李信的后路。前后夹击之下，李信全军溃败。我们非但收复了楚国失地，军事更是反攻至秦国境内。嬴政这辈子恐怕还没吃到过这样的大败。那一战也给6国之人很大的鼓舞。此后，昌平君也被副帅拥立为新一任楚王，统领楚国抗秦大业。嬴政可就吃了个大大的闷亏呀！如此说来，我终于明白，那次韩国叛乱的失败，原本就是流沙与昌平君的约定。那一年在新郑发生了什么？这是一笔交易，让嬴政少了一个心腹，却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。这是流沙想要的结果。
我现在没那么冷了，肚子里还感觉热乎乎的，好像有一股气在跑来跑去。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样子，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感觉呢？他居然会我们墨家的功夫！不对，这是我的墨梅，快还给我，别玩坏了！嘿嘿，没打中，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可是现任墨家巨子哟。墨梅怎么可能打得中我呢？哦，墨家巨子吗？怕了吗？墨家的巨子，我倒是也认识那么2个。你吗？我怎么样？你实在是弱得不像话。6指黑匣，丹，你们2个泉下有知，一定死不瞑目吧？你不只认识巨子老大，你还认识老大的老大6指老大？当然认识，因为杀6指的人就是我。听说燕妃在阴阳家中地位还曾经在月神之上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的确，能够猎杀连5大长老联手都没有拿下的6指黑匣，自然是有相当水准。你就是怪老头和怪小孩他们说的叶飞。怪老头和怪小孩？是你杀了我们墨家巨子老大的老大6指老大。有些事并非表面所见，犹如海底暗流，无人可以预知流向。若是不小心卷入其中，便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什么算拥有？坦白总会输给了沉默，一遍遍情绪汹涌的挣脱，对错和错过谁能看透？我在承受，你不懂，谁都没赢过。潮起潮落，用尽了谁的勇，你不放手，我都留，争到什天下皆白，唯我独黑，非攻莫门，兼爱平生。那个不惜一切也要实现的心愿，是否至今也未有一丝一毫的动摇？很多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墨家的巨子。父大，你很令人意外。我就是墨家现任的巨子。越来越有趣了。